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六缸喷油盘从台北来的 R129-300SL 的六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部车子是 R129的300SL 24V 的 M104 引擎。这个喷油盘，到目前为止使用应该会超过35年了。这部车子经过后半段大概20年以后的使用的状况一般来讲都会引擎状况比较不好，可能会有油箱污染造成我们供油不平均或是供油过少的问题，也就是喷油盘堵塞的问题。那无论如何，我们来做一个这颗喷油盘的故障检测，看看这颗喷油盘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检测，来看看这颗喷油盘的出油量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喷油盘在大哥机上面，事实上大哥有先经过检测出油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像现在目前是第四缸也在出油，其他的5缸根本都没有出油。这个状况代表说这个喷油盘它是被油箱污染的相当严重。这种状况是在大哥机上面是很少看到的，也就是说这种状况堵塞成这个样子状况是非常少的，所以这部车子根本没有办法发动。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跟第二缸几乎没有出油第一缸跟第二缸几乎没有出油。第三缸这个我没办法算了，因为可能只有10 ml 不到。那第四缸是50，第五缸30，第六缸也没有出油。像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堵塞。其实大哥碰到这种情形，我也很头痛。我就是把这个喷油盘把它拆开，我都没有把握能够把它修好，能够把这个脏东西全部清出来。无论如何，大哥经过整修，再来看它的结果吧。这颗从台北来的 R129-300SL 的六缸喷油盘，大概已经整修完成了。那这个喷油盘让大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应该说破纪录的时间来整修这个喷油盘。因为首先我们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几乎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出油。
后来大哥打开分油盘整修的时候，发现它的膜片破掉了。我们看到这个膜片破掉了因为它膜片破掉之后呢，它完全就没有压力差，上下油是压力差，所以它根本没办法出油。大哥换了一片膜片之后呢，发现它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它这个上盖，我们看到这分油盘的这个上盖，它的上盖堵塞太严重了那造成大哥已经没有办法清理了。这个分油盘的上盖，这个上座下座，这上座堵塞太严重了他大哥没办法清理，所以大哥只好换了一个新的上座所以上面有日期，大哥只要插一个分油盘的上座来给他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期是2023吧这样看不见2023的0618换了一个上盖，然后换了这个膜片换了这个膜片，因为这辆破掉了，换了一个膜片之后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分油盘整修完成了。那又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它这个车上原来附过来的这个油压调整器，它其实是属于粗牙的应该讲说粗牙的喷油嘴在使用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附过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后三码朋友这个油压调整后三码是001，我们看到后三码是001，那这一颗呢后三码是013。 OK， 它24V 的，它应该要配后三码是013的这个油压调整器。为什么呢？因为它013的油压调整器压力比较高，它系统压力是6.5、6.6。那001的呢是粗牙在用，一般我们 M103的引擎在用的，比如 W126 M103 引擎在用的，它后三码是用001的，那它系统压力是只有产生压力是5.6，差了1公斤。如果说他照理说他应该用013的，如果说他现在车上附的是001，为什么呢？因为这个013根本买不到了那大哥也有新品也有旧品。那新品的话，那一颗要15000、16000以上了。那旧品的话，可能要7、8千块，要8000块以上。那为了替车主省钱，它这颗并没有漏油。我们看它管子短短的好像有破损，其实它没有漏油大哥只好就用了这个后三码001的这油压调整器，油压调整器。那所以它系统压力会只有5.6。那会有什么缺点呢？其实它雾化会比较差，因为它配的应该是粗牙的我们看到这个是粗牙的细牙的喷油嘴，它出油它的起喷压力比较高。那 M103的是粗牙的喷油嘴，起喷压力比较低。今天呢，我们用了这个5.6公斤的油压调整器来配这个细牙的，一样是可以出油，但是雾化会比较差一点。工作是可以工作，雾化比较差一点。那今天如果要求它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花一笔钱，可能花1万多块，来把这个001的后三码的油压调整器换成013的。这一次又一笔花费。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暂时维持它车上的这颗001来做一个维修后的检测。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62443，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在出油之前它的几乎每一缸都不出油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它标准的出油量应该要在200以上，大概在210左右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参考的这边是200这边是200 mol 的位置。那1分钟全油门以 M104 24V 的这个引擎的分油盘，它应该要在200到210左右。好，我们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部车子的引擎真的是历经沧桑因为高温把缸体都烧坏了缸压测试出来2345缸缸压都低到只剩下6到8左右，那只有第一缸跟第二缸稍微好一点。这个就是因为它这部车子一直在碰到那个引擎高温没办法解决，然后又在行驶高温状态中行驶，把所有的缸体都弄坏了包含分油盘。这个大哥真的是很不忍心，希望说无论如何要把一部车救起来，的确要花很多心思。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220，第二缸220，第三缸220，第四缸220，第五缸22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起来误差非常漂亮，就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R129 300SL 的6缸分油盘，编号62443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浪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62443，从台北来的R129的300S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浪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85，第三缸190，第四缸190，第五缸185，第6缸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到的误差是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经过这次的测试，我们终于把这个分油盘把它弄好了。刚刚大哥讲过了大哥花了最多的时间有史以来最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分油盘，因为他在整修之前，他的几乎每一缸都不出油，那因为是膜片破损膜片换掉以后，经过整修发现，它这一颗分油盘的上盖堵塞太严重了，大哥已经没办法清出来，所以直接把它换了另外一颗分油盘的上盖才完成这个工作。这部车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车主他父亲也是老车的爱好者，是开 W201他儿子年纪轻轻的对这个老车会有这么样的喜好这是很难得的。
但是因为这部300 SL，因为前车主他在碰到的问题就是引擎高温所以说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呢，就会继续使用，造成了这部车子它的缸体也受损了。那无论如何，我们把这个方向盘整修好以后回装车上，我们再来做一次测试。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车子好好的再恢复它往日的雄风。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